ETF 这3个英文字母被全世界财经媒体吹捧为散户救星、懒人投资、圣杯躺着都能赚钱的神器，听起来天衣无缝，对吧？买进去放着，等退休数钞票。可现实呢？打开你的证券账户看一眼，那个刺眼的红色数字是不是在嘲笑你？你不是一个人。根据各大券商内部统计，超过 90% 的散户投资人，即便买的是 ETF， 最终报酬率竟然远低于 ETF 本身的绩效。什么意思？就是说 ETF 这一年涨了 20%， 你买同一档 ETF 却只赚 5%， 甚至还赔钱。这不是玄学，这是统计事实。那问题出在哪？难道 ETF 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当然不是，问题出在你身上，出在我们人类那颗从远古草原上进化而来的大脑。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大草原上靠着恐惧躲避狮子，靠着贪婪抢夺食物，这些本能写进了我们的 DNA。 可悲的是，这些让我们活过冰河时期的生存本能，放到21世纪的股票市场里，每一条都是致命弱点。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这4个致命错误，不是那种要长期投资哦，不要追高杀低哦，这种废话。我们要深挖到骨髓里，搞清楚为什么你明明知道这些道理，却还是一次又一次掉进同一个坑。准备好了吗？如果你手上正好有一杯咖啡，建议坐稳，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让你对自己过去的每一笔交易产生深深的怀疑。第一个致命错误，你把 ETF 当乐透在买。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第一次买 ETF 的时候是怎么选的？是不是打开手机看到某个财经网红说这一档 ETF 今年涨了 50%， 然后你眼睛一亮，手指一滑买了？或者更经典的场景，你在办公室听同事炫耀，我上个月买的那档半导体 ETF 又涨停了，于是你中午休息时间偷偷开了证券 APP 追了进去。恭喜你，你刚刚完美演示了人类最古老的生存本能之一，叫做从众效应。30万年前，当我们的智人祖先看到整个部落的人朝同一个方向跑的时候，你不跟着跑，你就是那个被狮子吃掉的人。跟着大家跑是写在基因里的求生策略，可是在股票市场，当所有人都朝同一个方向冲的时候，往往就是悬崖边。让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惨案。2021年全球科技股如日中天，方舟投资公司的 ARK 创新 ETF 成了全民偶像，那位女股神被封为科技教母，无数散户在那一年疯狂涌入，买入价格在120到150美元区间。然后呢，接下来2年，这档 ETF 从高点一路暴跌超过 75%。 那些在最高点附近买入的散户，到今天很多人的账面亏损仍然超过 60%。 但这不是最可怕的部分，最可怕的是，如果你去看这档 ETF 从成立到现在的整体年化报酬率，其实并不差。问题是，绝大多数的资金都是在最高点附近才涌入的，也就是说 ETF 本身可能是好的，但人类的贪婪让大多数人在错误的时间买入了正确的东西。这背后有一个非常邪恶的心理机制，行为经济学叫它近因偏差。我们的大脑天生会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当成未来最可能发生的事情。 ETF 上个月涨了 10%， 那下个月肯定也会涨 10%。 ETF 连涨3年，那第4年肯定还会涨。这种思维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管用，太阳昨天升起，今天大概也会升起。可是在金融市场，这种线性外推简直就是送死。更可怕的是，你以为你在投资，其实你只是在追逐绩效。真正的投资是在你买入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买，知道这档 ETF 追踪的是什么指数，这个指数里面有什么成分股，这些成分股代表的经济体或产业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如何。你做了这些功课吗？还是你只看了一眼过去1年的报酬率曲线？我给你一个残忍的数据，美国诚信研究机构做过一个长达20年的追踪调查，他们发现一个令人绝望的规律，在几乎所有类别的基金和 ETF 中，投资人的实际报酬率都比基金本身的报酬率低1到2个百分点。为什么？因为人类永远在高点买入，低点卖出，而且不是少数人这样，
是绝大多数人都这样。那要怎么破解？答案说出来，简单到你可能会生气，定期定额，然后闭上眼睛。不是你不会做，是你的大脑不让你做。因为当市场暴涨的时候，你那颗从草原上进化来的大脑会疯狂分泌多巴胺，告诉你快追，肉在那边，所有人都在跑。而当市场暴跌的时候，你的杏仁核会启动恐惧反应，告诉你快逃，狮子来了。要对抗几十万年进化出来的本能，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知识，而是一套机械化的纪律系统。这个我们最后再说。第二个，致命错误，你以为分散就是安全。好，假设你已经克服了第一个错误，你不再追高了，你开始认真研究，决定要分散风险。于是你买了台湾50 ETF， 又买了美国标普500 ETF， 再来一档全球股票 ETF， 然后觉得债券也该有，买了一档美国公债 ETF 等等，黄金好像也不错，加一档。最近原油涨了，再来一档原油 ETF。对了，新兴市场也不能少。停，你现在手上拿着7、8档 ETF， 你觉得自己稳如泰山，风险分散得无懈可击，可你有没有真的打开来看过这些 ETF 里面到底装了什么？让我帮你拆开看。台湾50 ETF 前10大持股，里台积电一家就占了快 50%。 好，你的标普500 ETF 呢？前10大持股是苹果、微软、辉达、亚马逊、谷歌、Meta 等一下。你的全球股票 ETF 呢？打开一看，美国占了 60% 以上，前10大持股又是苹果、微软、辉达，你买了3档不同的 ETF， 结果你的钱有一大半都压在同样那几家美国科技巨头身上，这就是所谓的伪分散。你以为你在分散，其实你只是用不同的包装纸包了同一份礼物。当这些科技巨头集体下跌的时候，你那分散的投资组合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起倒下。但问题还不止这个，更隐藏的陷阱是过度分散。有些投资人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买了20档、30档 ETF， 涵盖了从美国到越南，从半导体到宠物经济，从区块链到碳权交易。这时候，你的投资组合会出现一个诡异的现象，你的报酬率开始无限趋近于全球市场的平均报酬率，减去你付出的所有交易手续费和管理费用。换句话说，你花了大量时间研究、选择、调配了20几档 ETF， 最后得到的结果，还不如直接买一档全球股票 ETF， 然后什么都不做。而且你因为持有太多标的，心理负担巨大，每天要看20几个价格在跳动，任何一档大跌都会触发你的焦虑，然后你就会忍不住去调整，而每一次调整就是一次被情绪操控的交易机会。真正的分散风险核心不在于你买了几档 ETF， 而在于你持有的资产之间相关性有多低。什么叫相关性？简单来说，就是当 A 跌的时候 B 会不会也跌。如果 A 和 B 总是同涨同跌，那你买再多也没用，它们本质上就是同一个东西。这也是为什么真正懂资产配置的人通常只需要3到5档 ETF 就够了，一档覆盖本地市场，一档覆盖全球已开发市场，一档覆盖新兴市场，再加一档债券或抗通膨资产。就这样，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他们理解到真正的分散不是买越多越好，而是买真正不同的东西。让我再说得更直白一点，你的投资组合就像一支足球队，如果你签了11个前锋，你觉得你会赢吗？不会，因为没人防守。真正能赢的队伍是前锋、中场、后卫、守门员各司其职。ETF 也一样，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进攻型选手，而是一支攻守平衡的完整阵容。第三个，致命错误。你看，不见的隐形杀手正在吃掉你的钱。好，现在你不追高了，你的配置也合理了，但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个数字，就印在每一档 ETF 的公开说明书里，小到你几乎看不见，却强大到足以决定你退休时是住豪宅还是住公寓。那个数字叫做总费用率。你可能会说，我知道啊，不就是 0. 几吗？那么一点点有差吗？让我算给你看。假设你每个月定期定额投入1万元台币，年化报酬率 8%， 投资30年，
如果你的 ETF 总费用率是 0.03%， 也就是像美国先锋集团那种超低成本的指数基金，30年后你会有大约1490万。但如果你的 ETF 总费用率是 1%， 30年后你只有大约1210万，差多少？差了将近280万。就因为那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 0.97% 的差异，经过30年复利的放大，它吃掉了你将近20%的财富，2成。这不是小钱，这是一辆车，是一间小套房的头期款，是你退休后好几年的生活费。但费用率只是冰山一角，你知道 ETF 还有多少隐形成本吗？第一个，买卖价差。你每次交易 ETF 的时候，你买入的价格和卖出的价格之间有一个差距，这叫做买卖价差。对于交易量大的热门 ETF， 这个价差可能只有几分钱，但如果你买的是那种冷门的、成交量很低的主题式 ETF， 这个价差可能大到让你一买进去就亏了 1%， 甚至更多。第二个，追踪误差。 ETF 号称追踪指数，但它真的能100%复制指数吗？不能，因为 ETF 需要定期调整成分股，这个过程有交易成本。ETF 还可能借出持股赚取利息，或者在指数调整的时候出现时间差，这些细微的偏差日积月累，可能让你的 ETF 绩效每年都落后指数 0. 几个百分点。第三个也是最邪恶的，叫做换股成本。你知道那些很酷的主题式 ETF， 什么电动车 ETF、 元宇宙 ETF、 AI 概念 ETF， 为什么费用率通常比大盘指数 ETF 高出好几倍吗？因为他们需要频繁的调整成分股。今天这家公司被认为是 AI 概念股，加进来，明天那家公司不符合标准了，踢出去。每一次调整都有交易成本，都有价差损失，而这些成本最终都由你这个持有人来买单。第四个，税务成本。这一点在不同国家差异很大，但以台湾投资人买美股 ETF 为例，你需要面对 30% 的美国股息预扣税。也就是说，如果你买的美国 ETF 今年配了100块美金的股息，美国政府会先拿走30块，你只能拿到70块。而如果你买的是爱尔兰注册的同类 ETF， 预扣税率可能只有 15%。 就这一项差异，长期下来又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所以你看到了吗？ ETF 不是免费的午餐，它只是比主动型基金便宜很多的午餐，但它依然有成本。而大多数投资人在选择 ETF 的时候，眼睛只盯着那条漂亮的报酬率曲线，完全忽略了这些正在暗处蚕食你财富的隐形杀手。那些号称高股息的 ETF 更是重灾区。你知道为什么这类 ETF 在台湾特别受欢迎吗？因为台湾投资人对配息有一种近乎宗教信仰般的执着，每个月领配息，感觉好像有被动收入在源源不绝地流进来。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配息是从哪里来的？有些高股息 ETF， 它配给你的钱，其中一部分根本不是来自股利收入，而是来自你自己的本金。什么意思？就是 ETF 把你投进去的钱拿一部分出来孩子你，然后告诉你这是你的配息，你开开心心领了，觉得自己每个月都有现金流，可你的本金正在缩水，你的总资产并没有因为这些配息而增加。这就像左手把钱交给右手，然后右手跟你说恭喜你赚钱了。更讽刺的是，你每领一次配息就触发一次税务事件，在某些税制下，你领到的配息要缴税。而如果你选择不配息的累积型 ETF， 同样的收益可以在 ETF 内部自动再投入，免去中间的税务损耗。长期下来，不配息的 ETF 在税后报酬上往往赢过配息型 ETF， 而且赢不少。但你会买不配息的 ETF 吗？大概率不会，因为你的大脑需要及时回馈。30年后的1000多万太遥远了，远到你的大脑根本无法产生情绪反应。可是每个月入账的2-3千块配息，那种叮咚一声的快感，你的多巴胺系统爱死了。于是你为了满足这种即时快感，心甘情愿地牺牲了长期的复利效应。这不就是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宁可吃眼前这颗腐烂的果子，
也不愿意走远一点去找更大一棵果树的翻版吗？第4个，致命错误，你把长期持有理解错了。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开悟了，不追高，合理分散，注意费用，避开委配息陷阱，接下来只要长期持有就好了，对吧？对，但也不完全对，因为绝大多数人对长期持有的理解是错的。先说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事实，在2007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中，美国标普500指数从最高点到最低点跌了 56%。 56% 是什么概念？就是你投进去100万，看着它变成44万，你的资产蒸发了超过一半，而且不是一天蒸发的，是每天一点一点在蒸发。你每天打开账户，数字都比昨天更低，这个过程持续了整整17个月。问你一个诚实的问题，你撑得住吗？别急着回答，先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你身边的人都在恐慌，新闻每天头条都是全球经济崩溃，银行倒闭，失业潮，你的家人开始质疑你的投资决策，你的配偶开始跟你吵架，你晚上睡不着觉，白天上班心不在焉，而你的账户里的数字已经从100万变成了50几万，而且还在继续跌。你知道应该长期持有，你知道不应该恐慌卖出，可在那一刻，你的知识值多少钱？0，因为你的杏仁核已经接管了大脑，你的理性前额叶皮层被完全压制，你的身体进入了战斗或逃跑模式，你的手指在颤抖，你在股票 APP 上反复点开又关闭卖出页面。而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更残忍的真相，标普500在2009年3月触底之后开始反弹，到2012年就已经完全收复失地，到2013年更是创下新高。如果你在最恐慌的时刻卖出，你不但实现了亏损，还错过了之后的整段牛市。而如果你坚持不动，你的100万不但会回到100万，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还会变成将近400万。同一个投资决策，同一档 ETF， 卖和不卖的差距是44万和400万的差距，将近10倍。所以长期持有的真正含义，不是你理智清醒的时候跟自己说我要持有20年，而是在你恐惧到手、脚发软的时候，依然不按下那个卖出键。这需要的不是知识，不是信心，而是一种近乎偏执的纪律。但还有一层更深的问题，很多人说的长期持有只是持有到赚钱为止，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买了一档 ETF， 涨了 20%， 开心继续持有。可是，一旦 ETF 开始回档，跌回成本价附近，甚至跌破成本价，他们的长期持有信念就开始动摇了。要不先卖掉，等跌到底再买回来。这句话是不是很耳熟？这就是传说中最经典的散户心态，停利太早，停损太晚。或者更常见的是，把长期投资偷换概念成短期交易。你有想过为什么你总是在小赚的时候急着落袋为安，却在大亏的时候死不认输？航位经济学家康纳曼给了我们答案，他称之为展望理论。人类对亏损的痛苦感受，大约是对等额或利的快乐感受的2到3倍。也就是说，亏1万块带来的痛苦，需要赚2到3万块才能弥补。这个不对称的情绪反应，让我们在面对投资时做出一系列自我毁灭的行为。赚了一点就想跑，因为你害怕已到手的利润会溜走；亏了很多却不想卖，因为一旦卖出，账面亏损就变成真实亏损，那种痛苦你承受不了。于是你就一直抱着从亏 10% 抱到亏 30%， 从亏 30% 抱到亏 50%， 最后你受不了了，在最低点附近割肉卖出，然后市场反弹，你的眼泪滴在手机萤幕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90% 的人即使买了正确的 ETF， 最终报酬率也远逊于 ETF 本身。不是 ETF 有问题，是我们的大脑有问题。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面向，你的涨期到底有多涨？很多人说自己是涨期投资者，结果你问他打算持有多久，他说3到5年。3到5年是涨期吗？在投资的世界里，3到5年顶多算中期，真正的涨期是10年、20年，甚至30年。为什么要这么涨？因为股市短期是投票机，
涨期才是称重机。短期内股价被情绪、新闻、资金流向等各种杂讯所驱动，波动剧烈且不可预测。但拉涨到10年以上，股价基本上就是经济成长和企业获利的反应。只要你相信人类经济在未来20-30年会持续成长，那么长期持有广泛分散的指数型 ETF 或得正报酬几乎是确定的。但3到5年呢？不确定，非常不确定。回顾历史，标普500在任何一个5年区间内，有大约 10% 的几率是亏损的。在任何一个10年区间内，亏损的几率降到 5% 以下。在任何一个20年区间内，历史上从来没有亏损过，从来没有。所以如果你的投资时间框架只有3到5年，你根本不应该把大部分的钱放在股票型 ETF 里，你应该放在短期债券或定存里，因为你承受不起短期波动。但如果你的时间框架是20年以上，那么短期的暴跌不但不应该让你害怕，反而应该让你兴奋。因为暴跌意味着你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入更多的单位，这在涨期会大幅提高你的报酬率。这个概念叫做微笑曲线。在定期定额的世界里，市场先跌后涨，你的报酬率反而比市场一路上涨更高，因为你在低点的时候，同样的钱买到了更多的单位。听起来是不是很反直觉？这就对了。投资的世界里，正确的事情往往是违反直觉的，因为直觉来自我们远古的大脑，而那颗大脑是为了躲避狮子设计的，不是为了投资 ETF 设计的。好，4个致命错误都讲完了：追高买入、伪分散、忽视成本、假装长期持有。你现在可能有点沮丧，觉得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怎么可能对抗自己的大脑？别急，我接下来要跟你分享一套具体可操作的框架，不是什么高深的投资理论，就是几个简单到近乎无聊的规则。但正是这种无聊，才是成功投资的关键。记住，在投资的世界里，无聊等于赚钱，刺激等于赔钱。第一步，选择你的核心持仓。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2到3档低费用率的广泛市场指数 ETF 就够了。一档追踪本地市场，比如台湾的投资人可以选择追踪台湾加全指数的 ETF， 一档追踪全球已开发国家市场的 ETF。 如果你想再多一层分散，加一档追踪全球新兴市场的 ETF， 就这样，不需要什么半导体 ETF、AI ETF、高股息 ETF、原油 ETF， 那些都是用来吸引你注意力的行销话术，不是用来帮你赚钱的投资工具。第二步，确定你的投入方式，定期定额，每个月固定日期、固定金额，无论市场涨跌都投入。有些券商提供自动扣款功能，设定好之后，你甚至不需要打开 APP， 这是对抗你大脑情绪反应的最佳武器。你不做决定，就不会做错决定。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设定你的不动规则。在你开始投资之前，先跟自己签一份合约。这份合约上面写住，在以下情况发生之前，我不会卖出我的 ETF、退休、买房、头期款，需要用到这笔钱，遭遇重大家庭紧急事件。然后把这份合约印出来，贴在你的电脑萤幕旁边。每次你想要打开证券 APP 卖出的时候，先看一眼那张纸。第四步，降低你看盘的频率。这一点听起来很蠢，但它的效果惊人。研究显示，投资人看盘的频率越高，交易的次数就越多，而交易次数越多，报酬率就越低。如果你每天看盘，你的大脑每天都在接收涨了好开心或跌了好害怕的情绪信号，这些信号会不断累积，直到某一天你的理性防线被突破。可如果你一个月只看一次，大部分的短期波动都会在你注意到之前就自动修正了。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研究者把受试者分成2组，一组每天看投资组合的绩效，另一组每季看一次。结果呢，每季看一次的那组不但交易次数更少，长期报酬率也显著更高。原因很简单，他们避免了大量由情绪驱动的错误交易。第5步，定期再平衡，但不要太频繁。什么叫再平衡？假设你设定的目标配置是 70% 股票， 30% 债券，1年后因为股票涨了很多，
你的配置变成了 80% 股票， 20% 债券。这时候你需要卖掉一些股票，买入一些债券，把比例调回7-3分。这个动作叫再平衡，它的好处是强迫你卖高买低，也就是自动的把涨多的卖掉，把跌多的买回来。但注意，再平衡不要太频繁，1年1次或者2次就够了。太频繁的再平衡会增加交易成本，也会让你有更多机会做出情绪化的决定。你可能会问，就这些嘛，这也太简单了吧，太无聊了吧？没错，就这些。我知道你的大脑在抗议，他在说不可能这么简单，一定还有什么秘诀，其他人一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高级策略。没有，真的没有。全世界最成功的指数投资之父，先锋集团的创始人约翰白格，他一辈子只讲一件事，买进广泛市场指数基金，把费用降到最低，然后持有一辈子。他在90岁过世前依然在重复这句话，没有花俏的策略，没有惊人的技巧，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无聊，这么有效。全世界最有钱的投资人之一巴菲特，他的遗嘱里写注，他死后要把留该太太的前 90% 放进标普500指数基金， 10% 放进美国短期公债。就这样，号称史上最伟大投资人的巴菲特，他给自己家人的投资建议竟然是买指数基金，然后什么都不做。如果他认为有更好的策略，他会告诉自己家人吗？当然会，可他没有，因为他知道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是最佳策略。好了，我们来收个尾。今天我们聊了4个致命错误：追逐绩效、买在高点、伪分散的虚假安全感、忽视费用的复利屠杀，以及对涨期持有的错误理解。但你知道这4个错误的共同根源是什么吗？就是你太想做点什么了。你的大脑被设计成一台行动机器，在远古草原上，看到问题就要立刻行动，看到狮子就要跑，看到果子就要抢，不行动等于死亡。而在投资的世界里，恰恰相反，最好的行动往往是不行动，什么都不做，就是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每当你想要调整配置的时候，提醒自己，你正在对抗的不是市场，是你自己那颗30万年前的大脑。每一次你成功抵抗了冲动，没有在暴跌时卖出，没有在暴涨时追高，没有因为某个新闻就改变策略，你就赢了。不是赢了市场，而是赢了你自己。而赢了自己，长期来看就是赢了市场。最后我想说一个小故事。曾经有人做过一个研究，想找出某家券商理绩效最好的账户，你猜这些账户有什么共同特点？不是他们选了什么神奇的标的，也不是他们有什么高深的交易策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账户持有人忘记了自己有这个账户，有的人搬家后忘了密码，有的人根本忘记自己开过户，因为他们从来不登录，从来不交易，从来不做任何调整，所以他们的投资完美的享受了市场涨期成长的复利。所以如果你问我买 ETF 赚钱的终极秘诀是什么，我的答案是买了之后假装自己忘了密码。听起来很荒谬，可这恰恰就是人性最大的困境。你知道所有正确答案，可你就是做不到，因为你是人，你有情绪，你有恐惧，你有贪婪，你有那颗从非洲草原上带出来的专门为了短期生存而设计的大脑。而投资偏偏需要你对抗这一切。所以下次当你看到账户上的红字想要卖出的时候，闭上眼睛，深呼吸，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20年后的我会感谢今天的我做了这个决定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什么都不做，关上 APP， 去陪你的家人，去看一场电影，去做任何不是盯着股票看的事情。因为在投资这件事上，你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市场波动，不是经济衰退，不是利率升降，甚至不是那4个致命错误本身。你最大的敌人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就是你自己。